心理学研究发现，女人对男人诚实的反应比对完美的反应强烈10倍。这不是我乱讲，这是科学研究的结论。你是不是经常想要表现的完美，穿着刻意，讲话小心，连笑容都在设计？结果呢，女人们反而觉得你假，你怪，甚至一点兴趣都没有。她们对你冷淡忽视，甚至把你当工具人。这就是最反直觉的真相。你越想取悦，她越不想你。反而敢犯错、敢自嘲、敢真诚表达的男人，女人才会对他走心。想知道为什么吗？继续看下去。兄弟们好，那么各位还记得我说过男人的两性圣经是哪一本书吗？就是 Mark Manson 妈的。那上一集我已经跟大家拆解这本书里的核心基础，比方说吸引力它不是来自于套路，而是来自于诚实、非需求感，还有你内在的价值。那么今天的第2集，我要带你深入更进一步的法则，这些法则会让你彻底明白，男人真正的转变是来自于内在的力量。然后你要开始学会察觉自己的内心驱动，知道你的情感问题来自于哪里。说白了，第1集我们讲的是吸引力的本质，那今天第2集讲的是如何活出真正的吸引力。第5条法则，真正的转变来自于内在，而不是外在。Mark Manson 曾经分享过一个有趣的经验，他有一天忽然间发现到越来越多身边的女人开始主动注意到他，但奇怪的是他的外貌没有改变，衣服也没有换，身材也没有变得结实，而他经常去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比方说酒吧。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让他吸引到周围的女生都对他有兴趣？他说唯一改变的是他的内在状态。所以男人们听好了，改变你的内在的状态才是改变一切结果的根源。Mark Manson 说，内在的改变使得他跟女人交流时变得更坦然，更加敢诚实表达。当他有了清晰的界限，他不再讨好别人，他放下需求感，不再渴求女人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不再用需求感去追逐女人，而是活出真正的自己。而这样的内在状态使得他变得更加有魅力，结果他的外在世界就跟着有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换了衣服，你练了身材，你学了几句把妹话术，但女人对你的态度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没有吸引到多少的妹子。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内在还是没有改变。而一个男人的内在的进步，代表着他更成熟、更稳定、更有自信，这才是吸引女人的关键。那我带着大家去搭讪，你也会看见这个内在状态比较好的男人，他更容易得到女生的注意力还有兴趣。而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一致性，当一个人的内心和他的外在一致时，他就会散发出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女人感受的不是你讲了什么话术，而是你真的很自在，你活得很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强调，男人的生活必须活得够 real， 非常的重要。你生活要非常诚实，是你热爱、你喜欢的，你追逐你要的生活，你得到你要的生活，并且你发自内心活在当下，你去认识人，你抱着的就是我上一集节目说的，你是无条件的去展开行动。 I've been doing a lot of things, and the thing is, I love you. 还记得什么是无条件的展开行动吗？意思就是说，我做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我赞美女生，我接近女生，我约女生吃饭，或者我跟女生表达好感，我都是不抱有任何回报的期待，我只是诚实的表达出我想要的东西。你愿不愿意给我回应，或者是你给我拒绝，那也无所谓，这是你的权利，我尊重你。这是我们对待女人更高阶、更成熟的方式，而往往这样的方式反而更加的吸引女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女人跟我们交流感受的不是我们讲的什么话术，而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动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光靠穿搭技术，或者是话术，还是搭讪技巧，它往往只能带来灵光一现的短暂效果，而真正长久的吸引力永远都是来自于你的内在状态。你的内在状态越稳定的话，你散发出来的能量就越足够吸引女人。那你的内在越不稳定、越漂浮或者越空虚的话，你的能量是无法散发外扩出来吸引女人的。而需求感强的男人往往总是想要透过金钱啊、娱乐、礼物、迎合、配合
来获得女人的认可。这种方式其实是很低价值的，而且也不长久，因为女人的感觉来得快，去得快，你永远赶不上她的要求，她的感觉。真正的强大是来自于我们男人投资于自己的内在，你去培养你的事业，培养你的兴趣，还有社交圈，让你的生活本来就有价值。而当你的能量源自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能量场，你就不需要用女人来证明你有价值。我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个学生，原本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刷交友软体，然后下班之后又去搭讪，认识的女生是一大把的，就是50个女生这样子认识。结果呢，他泡到多少个女生？一个都没有。不仅是感情一塌糊涂，事业也因此拖垮，停滞不前。后来他来我这边上课，我让他先专注于建立自我价值，去健身，去拓展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并且投入更多时间在自己真正的兴趣上，多余的时间再去认识女生。应该是把认识女生这一块放在比较低的位阶。这是对于那一种大量把妹的男人，他要做的就是跟那些出手非常少、少量把妹的男人倒反，他应该是要把其他生活的目标摆在更高的位置，而把认识女孩子摆在比较低的位置。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缺少相关经验，行动力也很少，不去认识女生的男人，那你就要把认识女生这一块放在比较高的位阶。你要做的是跟大量把妹的男人相反，你需要出手更多，认识更多女孩子，去培养这样子的习惯。那跳回去说刚刚那位学生，他透过我的方式，半年后他不仅是收入翻倍，朋友圈质量更高，最有趣的是女人开始主动靠近他。9个月过后，他找到一个内外兼具非常高素质的女朋友。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带能量、自带价值的男人，而不是需要女人来获得能量和关注以及寻求认可的那一个低价值男人。所以兄弟，记住这句话，真正的吸引不是靠外在的装饰，而是靠我们内在的状态。女人想靠近的男人，永远是那个不用靠他来证明自己已经很完整的男人。而女人爱上的不是你用什么方式去取悦她，也不是你说了什么牛逼的话术，而是你成为了谁。 You are the best。 你成为了那个真实、有能量、有热爱生活、有热爱自己，愿意在自己身上投资，给自己好的生活，懂得享受人生的那个男人。第6个法则，了解我们的内在驱动力，找到自我真相。很多男人以为自己对于女人的需求感只是因为太喜欢对方了，但其实是真相往往更深。就像 Mark Manson 自己说过，他对女性的需求感是来自于童年的阴影，父母亲离异，缺乏父爱，让他在感情中害怕承诺。为了掩盖这种恐惧，他在外表上装酷，玩世不恭，但他的那些酷炫行为只是伤口的遮羞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力量。直到他开始面对自己内在的真相，他才发现到他真正看重的其实是诚实、同理心，还有知识的追求。即使一个女人再有魅力，如果她无法带来幸福，成熟男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女人。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需求感的根源往往来自于未被疗愈的心理创伤，比方说童年的缺失、父母的分离、被霸凌、被否定，都可能让一个男人在成年后把女性的认可当作补偿。结果是什么？过度依附，甚至失去自我。那解放呢？不是假装坚强而是探索真相。这个过程会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甚至痛苦，但这正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有时候你需要靠自我反思，有时候也需要心理治疗。记住，治疗师不是来修复你，而是帮你挖掘并看清内在的真相，让你跟你的过去和解，这样你才能够勇敢地面对你的未来。行动上，你要学会自我审视，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女性的认可？这背后的恐惧是什么？不要逃避这样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能够诚实的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才是真正的勇敢。放下过去，释怀对前女友、父母或对社会标签的怨恨，那些东西不等于你，你也不需要再背负着他们。必要时求助。心理治疗不是修复你的工具，而是一面镜子，它帮助你发现并且面对内心的真相。兄弟，当你能够不再被过去的创伤操控时，你才有资格掌握现在的选择。而一个男人真正的强大，
不是你外在看起来有多成功，而是你敢面对你内在的真相，带着伤口伤疤，却依然真诚的活着，那是十分勇敢，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接下来第8个法则，你跟女人之间的摩擦，其实它是一种吸引力还有外部现实的冲突。兄弟，吸引力再强也不代表你跟所有女人的感情都能够顺利发展。有时候不是你不够有魅力，而是现实中存在着一个摩擦 friction， 让你们无法走到最后。那什么是摩擦呢？摩擦指的就是外部的条件或者价值观的差异。比方说，即使某个女人深深被你吸引，但是因为现实的阻力，她依然可能不愿意跨出那一步。在这本书中有一些例子，比方说你是个摇滚明星，夜夜笙歌，但是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坚持婚前禁欲，这就是价值观的冲突。再强大的吸引力也打不破他的信仰。或者他已婚，他承认被你吸引，但最后还是选择忠于婚姻。又或者你住在台北，他住在澳洲，你是自由工作者，他要的是稳定家庭，这些差异都可能会成为阻碍。吸引力是一种情感力量，但价值观却是理性还有长期选择的核心。女人在关系中通常会优先考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匹配度，所以很多男人搞不懂啊，他明明很喜欢我，为什么最后还是拒绝我？原因不是吸引力不够，而是摩擦太大。所以你的价值观会决定你的行为，而不是他的需求。换句话说，如果你为了迎合他，强行说服自己接受一个和你完全不合的价值观，你就是在违背你自己，到最后你会更痛苦，也会更没有吸引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透过应对策略来找到方法？我的答案是明智投资。当你发现对方的核心价值观和你格格不入时，最聪明的做法不是死磕，而是接受现实，转向更适合的对象。因为你锁死在一个不适合的对象身上时，基本上你也等于浪费了你认识其他更加适合你的对象的机会。不要受限于沉没成本，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并且保持界限。你的吸引力很强，那很好，但是不要总是因为短期的激情，或者因为女生漂亮的外貌和身材而违背了自己最根本的原则，因为最终你会因此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要因为她外表再美啊，或者一时的吸引，还是她的声音很嗲，甜言蜜语的就妥协你根本的价值观。这个是没有原则，或者是小脑控制大脑的男人，他们基本常犯的错误。所以兄弟记住，吸引力可以让你心动，但能够让你生活变得幸福、变得快乐、内在平静，或者一切的结果更加丰盛的是，找到那一个价值观跟你一致的女人。真正有格局的男人，不是谁来都要，而是敢于放手不适合的，因为放手一个不适合，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适合，并且能并肩走长远的路线的人。第9个法则，投射来自于女性的心理防御。各位兄弟，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女人明明对你有感觉，但她却开始攻击你啊，给你很多测试跟挑战，怀疑你，甚至给你贴上负面的标签。那是为什么呢？她可能会这样损你哦，我敢打赌你对所有女生都这样，或者你只是一个玩咖吧，你去认识其他女生吧，我们不适合。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女性心理投射，英文叫做 projection。 那为什么英文叫做 projection？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投射呢？是因为很多女人其实不是对你没兴趣，而是因为她们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创伤。她可能被烂的男人伤害过，觉得有吸引力的男人都不可靠啊，因为只要是帅的，行为只要是自信的男人，很可能都是渣男。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偏见。他可能过去一直被糟糕的对象吸引，所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他甚至对性吸引力本能的带有罪恶感，觉得想要他的男人一定有问题。所以当他遇到一个自信、坦然、真诚、诚实的男人时，他内心既被想要被吸引，但是又不知道要如何面对。结果他就启用了防御机制，他开始对你怀疑、冷淡、推拉，来保护他自己啊。
所以有时候女生骂你是渣男，不代表她真的认为你是渣男，而是她下意识的想要保护自己，因此她想要打发你走，但是内心里面其实对你还是有一些好感的。那投射性的行为表现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第一，言语攻击，拿你开刀，先怀疑你是不是玩咖渣男，用语言来攻击你，你一定对所有女人都这样吧？你是不是跟很多不同的女人上床啊？你根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玩咖。这个就是他们会从语言上不断的攻击你、测试你，甚至羞辱你。第二就是推拉游戏，一会儿对你好，一会儿对你冷淡，测试你会不会迎合他。今天对你热情，然后明天就对你冷淡，甚至有时候故意不回你信息，让你心情七上八下的但是当你不联系他的时候，他又不爽你，又来言语攻击你。哇，这种女人真的好头痛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放大你的缺点，过度解读你的每一个小行为，然后贴上不可信的标签，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去找你的毛病，找你的缺点，你的一个小行为，他立刻放大，贴上你是一个很坏的男人的标签啊，你真的是有理说不清。所以兄弟，重点来了，这类的女人其实她是被你吸引的，只是她的心理机制不允许她顺从自己的感觉。那你要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不要拯救她，而是放手，因为她要解决的是她自己的心理问题，不是你能替她背的东西。所以第一，不要纠缠，别浪费时间来说服或治愈她，这样只会把你拖下去。第二就是拒绝迎合，他如果故意忽视你，你却急着讨好，那就会进入了所谓的需求感的陷阱。第三就是专注于你自己的价值，真正有高格局的男人懂得把时间花在适合自己的人身上，而不是花在那些每天跟他发生争执，每天在那边站来站去的女人。一般上需求感重的男人遇到摩擦时，他们就会拼命想要改变对方的价值观；遇到投射的女人时，他们就急着讨好对方，证明自己是好男人。那非需求感的高格局男人呢？他们遇到摩擦的情况时，就会接受现实，不浪费时间，知道彼此是不适合的。那一遇到这个投射状态的女人时，直接远离，把精力放在更健康的关系上。所以兄弟们，永远要记住，真正有吸引力的男人，不是解救女人的男人，而是选择适合自己女人的男人。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去看，需求感重的男人想要改变女人，而真正成熟的男人不是去治愈别人的伤口，而是能够做选择，找到与自己并肩前行的那个女人。说到这边，我们也一共说了9个法则了，但是我知道光靠影片，你可能还是缺少一个真正练习的地方，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邀请。在台湾还有马来西亚，我们正在举办免费的实体学习会，叫做高格局男人地图。这里你不只能够学到最新的把妹思维和实战技巧，更重要的是你会和我还有一些比较高格局的男人们一起练习，一起成长。但是要注意，这个活动只有这2个月是免费的，之后就会收费。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突破自己，摆脱你的舒适圈，想要得到一个跟你情投意合，然后素质又好的女朋友，那就是马上展开行动吧。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在这个影片下方有一个链接，你就可以报名高格局男人地图免费学习会。不要等到这个免费名额结束，你才后悔自己错过。然后各位记得帮我点个赞，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拜拜。